这一路上，关于九少爷的所作所为，楚风自然听了不少。这家伙属于坏又坏的不彻底，恶事做了，但并非大恶之人的类型。简单的说，可杀可不杀。终于，楚风在一座酒楼内找到了那九少爷。这九少爷虽然年龄不小，可却还是青年模样，别说长得还挺英俊。眼下这酒楼都被这九少爷包了，只有他一个人正于大厅内饮酒。见楚风闯入，他也不询问，而是大手一扬，竟将一个乾坤袋丢在了楚风面前。这里本少爷包了，莫要扰了本少心智。九少爷都没正眼看楚风，全然是没将楚风放在眼里。楚风探手一抓，乾坤袋入手，发现这九少爷还真不小气。这给的东西虽然对楚风无用，但对于寻常修武者来说，也算一笔横财了。叶氏仙族的对吧？楚风问道。闻言，躺在椅子上的九少爷立刻坐起身来，认真打量起楚风。你是何人？我想询问你一些事情。这个人你可见过？楚风说话间，将自己奶奶的画像展开。然而九少爷却不回答，而是一掌轰出，磅礴的武力化作武力大网向楚风袭来。他是想抓住楚风。五品真神，这便是这九少爷的修为。而这样的攻势，楚风只是意念转动，结界之力自身体释放而出，便硬生生将其轰来的武力大网焚烧殆尽。眼见不妙，九少爷没有再发动攻势，而是凝声问道：你是我叶氏仙族的仇人？楚风不答，而是瞬息间来到其近前，掌心抓住了他的脑袋，同时发动手之梦魇。楚风担心这九少爷体内有守护阵法，有手之梦魇在，楚风倒是不怕守护阵法。可若是守护阵法连接着叶氏仙族的高手，那接下来要做的事可就麻烦了。但令楚风意外的是，这叶氏仙族的九少爷身上竟然没有守护阵法。楚风将手一开，发现九少爷的脸都吓白了，他可能是以为楚风要杀他。你呢？乖乖配合，我可以考虑饶你一命。楚风说道。可楚风此话一出，那九少爷却轻笑一声：我叶氏仙族的男子，向来天不怕地不怕。我先某人别的优点没有，但就是有骨气，想从我嘴里……哗啦啦！话未说完，楚风大袖一挥，无数刑具出现在了面前。你想问什么？我都告诉你。九少爷赶忙道。楚风不予理会，拿起了一把带刺的匕首。这下九少爷急了：你干什么呀？别动手啊！我都说告诉你了，我这个人最讲诚信了，我绝对实话实说，无半点隐瞒。但你问的那个人我真不认识。那你与我说说，你在叶氏仙族的地位怎么样？楚风问道。啊，我这地位还行吧，好歹爷爷也是叶氏仙族族长的亲儿子，正儿八经的少爷。所以兄台，我劝你三思，你若真动了我父母可不会放过你。九少爷道。叶氏仙族族长不是换人了吗？据我所知是叶仙成吧？楚风道。这件事你都知道，现在的族长确实是我的那个小弟叶仙成。虽然我父亲已将族长之位传承于他，可在我心中根本没把他当族长。别看他看着乖巧懂事，实则那家伙心眼子多着呢，一肚子的坏水。我们兄弟里面他是最小的，但就属他最奸诈。对了，你和他有仇吗？你要是和他有仇，我帮你对付他。九少爷说道。行。楚风道。那你想怎么对付他？九少爷问。你只要配合就好，不然我会让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话罢，楚风便开始布置阵法。这座阵法不仅仅是让对方说话那么简单，而是要彻底控制对方，因此布阵也需要花费一些时间。这九少爷确实胆小怕事，在此期间规规矩矩，硬是没有半点小动作。当楚风阵法完成之后，他也只是说了一句：兄台，我还没活够，我不管你想做啥，请务必留我一条命。而就在此时，楚风猛然抬头，目光穿透房屋，看向天际。原来是天空之上出现异象，只是那异象竟是字体，是整个世界的所有人都能看到的字体，并且那异象还在蔓延。虽然速度不是特别快，但继续下去便不只是这方世界，这方星域的人也会看到，甚至这方天河的人都能看到。看到那行字体，楚风也紧张起来，因为那是针对楚风的。楚轩辕与介染清之子楚风，你奶奶未死，在我叶氏仙族手中，若想救你奶奶，速来神体天河尊元上界，尊元山脉之上。他们真的抓到了你奶奶，可他们怎么知道那是你奶奶的？淡淡感到意外。如今关于我身份的信息已不是秘密，只要有心之人调查，便都能联系到一起。莫说家人，我的朋友有哪些，他们都会知道。天剑圣宫能知道，叶氏仙族知道也不意外，只是不知道我奶奶是不是真的被他们抓到了。若是真的，倒还好了，就怕是假的。楚风说道。反正有神路的力量在，楚风并不担心就不出去骑奶奶。不管真假，日后都要灭了他叶氏仙族。淡淡则直接起了杀心，不管是谁，只要站在了楚风的对立面，
蛋蛋都不会放过。于是楚风直接催动阵法，很快便将这位九少爷控制，而自己则是藏进九少爷身体之中，控制着九少爷向叶氏先族所说的地方行去。一路上所见的路人都在讨论这件事，毕竟相比于叶氏先族，楚风如今的名气更大，可关于楚风大家很多也都是听闻，关于身世知道的很少，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楚风还有一个奶奶在世，甚至很多人都不知道楚风的父亲叫做楚轩辕。凭借九少爷的身份，楚风很快便来到了那艘战船之上，且来到了那座叶氏先族族长所在的宫殿之中。在这里不仅见到了叶氏先族族长，也见到了叶氏先族族长的父母。可楚风根本不关心这些人，他关心的只有那躺在之中被水晶棺材之人。楚风一眼就认出那正是自己的奶奶宋洛仪，但这并非楚风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奶奶，那还是祖武天河的轮回上界。楚风为了提升结界之术，需要大量的精神泉水，于是便前往了轮回上界的象山谷。在那里，楚风遇到了一个神秘的老婆婆。那位老婆婆衣着得体，气质不凡，可她却满脸的伤痕，其容貌已然被毁。当时那位老婆婆想用毒水洗脸，楚风出手阻拦。短暂的接触让楚风意识到那位老婆婆精神失常，但其修为深不可测，乃是一位境界很高的修武高手。也正因其精神不正常，所以楚风无法与其交流。而后来楚风才知道，那位偶遇的神秘老婆婆便是自己的奶奶。之前相遇只觉亲切，如今再见情绪全然不同。毕竟这可是自己的至亲，尤其是看到奶奶那面目全非的脸庞，想到其奶奶之前的惨痛经历，楚风的如被针扎一般的心疼。不过楚风很冷静，他通过观察也能判断出其奶奶虽然昏迷，可气息平稳，不像是负伤的样子。但这宫殿内却至少有2位威胁极大的人。九哥，有事？叶氏先族族长问道。他自然不知道这位九哥已被楚风控制。那2位太上长老则没有说话，看得出来对于这位九儿子他们是嫌弃的，嫌弃到话都不愿意说。至于楚风没有理会叶氏族长，而是对神鹿问道：前辈有把握吗？楚风知道这2位太上长老至少是4品天神，实力非常之强，而这又关系到自己奶奶，楚风不想有任何意外出现。可以直接将你奶奶带走，要现在带走吗？神鹿问。走。楚风直接做出了决定。嗡。于是在叶氏族长与其父母的视线中，这位九少爷忽然消失。这一幕就连叶氏族长父母都倍感震惊，他们这个没用的儿子怎么突然这么厉害，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突然消失？可下一刻他们脸色巨变，因为惊愕地发现那水晶棺材安然无恙，可楚风的奶奶却已然消失不见。什么情况？一时之间，莫说是叶氏先族族长，就连他的父母也是目瞪口呆，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现了错觉。因为对此他们莫说发现，竟连半点察觉都没有，甚至此刻将感应力扩散而出，却也丝毫察觉不到楚风奶奶的气息。倒是那克钦长老开口了，相比于这震惊的3人，他竟显得格外冷静。叫楚风来此的手段收回来吧，不要继续宣传了，他已经来过了。楚风？你说是那楚风将他奶奶就走了？叶氏族长母亲看向克钦长老，叶氏族长父亲以及叶氏族长也都感到难以置信。在他们看来，刚刚进来的是九少爷，绝对不会有错。楚风？他们根本没看到，楚风是天才界灵师，以他的结界之术操控九少爷并非难事。只是我也没想到，我这件宝物他能在完全不损坏的情况下就将其奶奶救走。克钦长老手掌摊开，那水晶棺材一样的物体便缩小落入其手中。旋即他看向叶氏先族族长，族长抱歉。克钦长老何出此言？叶氏先族族长不解，我让你将楚风引来，只是因为楚风身上的好东西确实很多，是想着得到那些必然能增强叶氏先族的实力，但我还是低估了这楚风的手段，他竟如此轻松的便将其奶奶带走了。楚风这个人是不会吃亏的，如此一来，叶氏先族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，但却得罪了楚风这个大敌，我实在惭愧。克钦长老道。克钦长老，你真的就能确定是那楚风，而不是那楚风奶奶突然苏醒直接就走了，顺便带走了我的九哥作为人质？叶氏先族族长仍难以相信刚刚的事情是楚风所为。据我所知，楚风奶奶是疯癫的，所到之处若有人为难他，他都会发动攻势。若是他奶奶苏醒，就不会这样离开了，而是会直接出手。他都有来去自如的手段了，岂会放过我们？所以一定是楚风，应该是楚风控制了九少爷，不然也不会你问他话他不理你，因为他的目标
就是救走他的奶奶。克钦长老道。闻言，叶氏先族族长以及父母也都觉得很有道理。现在想来，那九少爷确实也不对劲。如果是楚风，那不是说明楚风就在这方世界？不然怎么会来得如此之快？叶氏先族族长道。那覆盖虚空的手段，他最清楚了。施展的一瞬间，的确可以覆盖世界，但想要扩散却需要时间。他们施展这手段并未多久，楚风这么快就赶来，必然是本身就在这方世界。楚风一直在找寻他奶奶的下落，那一季又有人看到了他奶奶出现在这方世界，他找到这里也不意外。克钦长老道。这样说来，还真是楚风。无碍，若是如此，反而不怕。你想啊，这楚风有如此手段，却只用来逃跑，说明什么？叶氏先族族长道。说明什么？克钦长老问。说明楚风很怕我们，根本不敢与我们发生冲突。叶氏先族族长道。族长所言在理。克钦长老道。族长大人，太上长老，属下回来了。就在此时，殿外又传来长老的声音，而那位长老的声音更是带着些许兴奋。闻声，族长与其父母立刻走了出去，克钦长老也跟着出去。来者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他在叶氏先族的身份非同一般，而他之前接受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。找到了？叶氏族长问。属下不负族长大人与2位太上长老大人所托。这位长老得意洋洋，说话间取出一个西瓜大小的透明球体，以双手托举。那球体内是空间世界，里面有着一座银色的山峰，那山峰流转着宛如仙气一般的气体，一看就非凡物。太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所需之物便凑齐了。叶氏族长也难言激动，旋即看向了克钦长老。克钦长老，你的身体可以痊愈了。族长大人，准备也需要一些时间吧？克钦长老问道。但不会太久。叶氏族长道。我也需要准备一下。克钦长老道。闻言，叶氏族长脸色有些变化，因为这位克钦长老早就说过，一切准备妥当，他需要准备一番，但却要独自一人，简而言之，就是要离开一下。克钦长老，就在这里准备不行吗？我叶氏先祖大阵已然开启，这天下间没有比这里更安全的地方了。叶氏先族族长道。族长大人，我的身体有些特殊，我想一个人准备，还望族长见谅。克钦长老道。无碍无碍，那克钦长老快去快回。叶氏先族族长道。随后，这克钦长老便施礼离开。这丫头事可真多，也不知道在搞什么鬼。先生你小心一些，就算他救过你的命，可他终究是外人。族长母亲道。而此刻，叶氏族长脸上的笑容已然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绝对的自信。娘亲放心吧，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。神鹿并未离开这方世界，而是带着楚风来到了一处安全的地方。那个水晶物体有些诡异，本神险些没有将你奶奶从那里面救出来。神鹿叹道。原本他是想着直接带着楚风离开这方世界，但就是因为将楚风从那水晶物体带出来，耗费力量太多，导致他没有离开这方世界。看来这叶氏仙族确实有些手段。前辈，多谢你了。楚风非常感激神鹿，若不是神鹿强大的力量，想从叶氏仙族手中救出其奶奶，可没这么容易。可就在此时，楚风奶奶眉头微皱，脸上露出些许痛苦模样，神咒2字也是自额头浮现而出。奶奶。见状，楚风赶忙释放结界之力，查探其奶奶的情况，却发现其奶奶身体非常的健康，只是那神咒令楚风不安。那神咒封住了其奶奶的脑部，哪怕楚风的结界之力也无法观察其奶奶的脑部情况。可其奶奶如今疯癫，最应该观察的就是脑补。楚风感到不安，因为他猜测其奶奶的痛苦表情定然与这神咒有关。最令楚风不安的是，在这神咒上，楚风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，那是神族的气息。神族，这似乎是神族的手段。为何我奶奶的身上有神族的手段？楚风不解。神族？楚风，你确定吗？淡淡问道。就是神族，不会有错。楚风说道，随后便开始布阵。楚风想要想办法解除这神咒，只是很快楚风便感到绝望，这神咒他竟无可奈何。可就在这时，忽然一道声音自不远处的天际响彻。神咒，这2个字是这个意思吧？顺声观望，楚风也心中一紧。是叶氏仙族那位克钦长老立于天际之上，可在他开口之前，楚风竟毫无察觉。